高雄在地人闲聊，高雄每户有 1.85 台机车那为什么大家都离不开骑车？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是盖假的吗？先说结论因为高雄的交通路网发展的还不够密集但这个很快就会有改善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住1年才发现的没用设计，如果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最近很冷冬天最难熬的是太冷，双脚冰的跟哈根达斯一样，睡不舒服，睡不好，那隔天还要起床上班，是真的很痛苦。那今天我要推荐一款冬天必备神器 King 有的居域两用陶瓷电暖器。老实说，电暖器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为什么我要特别挑这台来做团购嘞？因为它直接解决了传统电暖器的3个痛点。第一，热的超级快，一般电暖器开机要热3到5分钟嘛，手脚都要冻麻了才开始慢慢热起来，但这台只要3秒，暖风立刻就吹出来，你手还没伸过去，整个人就先温暖起来。而且它用的是陶瓷发热技术，不发光，不耗氧无论你要追多久剧，或是工作睡觉，都不会让你觉得眼睛干涩，或是缺氧头晕。第二，可以挂起来防泼水，这主要是用在没有对外窗的浴室你把它挂在毛巾架上把那个铁杆凹出来去挂你的毛巾。那你洗完澡以后，整间浴室暖烘烘的，你的毛巾干燥的很快，也就不会发臭，非常适合用在没有对外窗的浴室。第三，非常轻巧，整台不到 2.5 公斤，就像一个会跟着你跑的小太阳，白天在书房陪你工作，晚上拎到卧室陪你睡觉。这种带得走的机动性才是冬天最需要的东西。重点来了，为什么特别推荐你买？因为好看又好用。这台日系外形的电暖器原价是2480块，这次的团购价只要1980块，2张小朋友有找，帮你省下了钱在高雄购置好几次广噪音呢。而且厂商这次为了挺我，加码送福利，前20名下单额外会再送10包暖暖包，让你在家暖，出门也暖，从此冬天也不会再怕冷。厂商这波数量给的不多，赠品只有前20名才有，卖完就没了，所以手脚慢的就只能继续缩在被窝发抖了。链接我已经放在下方资讯栏，有需要的朋友赶快点进去抢购。如果你很怕冷，每天都冷到怀疑人生，就让这台 King 有居域两用陶瓷电暖器温暖你整个冬天。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不能没有机车。高雄市家庭拥机车数6都最高那内容是这样，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调查，全台湾平均每100户家庭拥有的机车数量为 152.52 部，意思是每一户平均大概会有 1.5 部机车。那机车数量最高的城市是高雄每户会达到 185.01 部，然后最低是台北市 87.68 户。就台北比较不骑机车也比较不开车这样。也就是说，高雄市的家庭机车数它是台北的多少？ 2.1 倍2.1倍，但人口数没有到 2.1 倍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高雄人怎么那么爱骑机车？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高雄的交通路网还是不够强大？如果你要去巨蛋、三多商圈这种商业地带的话，你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还是比较方便的。好，那我问你，如果你今天要从高铁高雄站到寿山动物园，这很合理吗？就坐高铁然后去看动物，那你骑车跟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会差多少时间来，我们直接来看 Google Map。 你看如果你是骑车的话22分钟这中间再加个等红灯干嘛？应该是不止啦，因为我自己骑过跑到那边的话大概需要30分钟左右，总之就是 OK 然后搭捷运转公车你需要多久？1小时又3分钟，这个还是什么东西都没吃到的情况之下等于说你跟朋友一起从高铁站出发，你骑车过去，那你已经在动物园看猴子，那你的朋友还在那边等一下，我公司好像还没来那不要忘了高雄的天气跟台北不一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站在马路上真的很难过2分钟就开始要流汗了。那你看这个 Google Map 安排的路线那你要先走6分钟去高雄火车站转公车，那公车好不容易到了以后还要再走9分钟那这个就很辛苦女孩子的话那个妆化的美美的那头发都做过你叫她这样子走，妆都花了。
那搞不好你的朋友还会跟你讲说，他走的有点晕，那今天就先不去了就非常的夸张，因为高雄太阳很晒啊，这也是为什么高雄的机车数量会那么多的原因，因为交通路网就不像台北这么发达嘛。当然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会改变吗？先说结论，一定会。第一个原因就是高雄市政府现在越来越严格去干嘛？取缔机车违规。就真的我随便找2个新闻来，第一个标题我念一下：绿园道机车违规闯入，高警1年取缔近4000件就是左营绿园道那边它以前铁路地下化工程嘛，原本上面是铁路，那现在铁路地下化，那上面就留作公园绿园道绿园道那边一天现在至少要开11张罚单11个是全抓吗？没有，对不对？一定还有大量的什么就没被开单的嘛很夸张。那第2个新闻是跟机车拖吊有关标题我念一下：民众不满机车停骑楼遭拖吊，高市交大交通大队5大商圈禁停，就是你如果把机车停在像是高雄火车站或是新崛江的骑楼底下，那警察就会把你的机车拖走了就是这么硬。新崛江那边直接就有一个派出所，所以那个出动应该都是算秒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你现在机车是不能乱骑也不能够乱停就这样，这是好事，这不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吗市容会好很多。那第2个是新高雄人出现了来高雄台积电把一堆本来怎么样住在台北住在新竹的工程师都带来高雄了，那这些人怎么样就早就习惯开车或搭捷运所以就不像原生的高雄人很习惯用机车去代步没有，这个新高雄人买房子他们会很习惯什么，就对轻轨或捷运旁边更有兴趣，因为这个东西在台北叫不可方物嘛怎么高雄好像是买房子送捷运一样，那个捷运也没有为他加分多少，我那先买再说这是捷运就这样，然后大概都是捷运在沿线比较多，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方便，而且比较会涨。最后你要知道会带来房市的改变吗我们最后就来讲说，如果交通路网再继续发展下去，未来的高雄会不会跟台北一样，好像就没机车也可以？刚才有讲了嘛，台北市一户是只有 0.8 台机车，2户才凑得出1台，那会不会发生这么夸张的事情我现在看起来不会，我个人感觉不会改变的那么的剧烈但是还有机会发生的状况是什么？就是高雄人会开始重视捷运宅跟轻轨宅，因为现在很多重大建设都是盖在那附近嘛，之后很多都更也是盖在那附近，因为它有那个奖励容积那例如说异想天地是轻轨 C27 站C27 站，然后 C4 站是梦时代，那今年的 Y10 站也要开始盖，全高雄第1个捷运共构宅，就代表说建商也认为未来捷运宅会大行其道所以已经都在准备了。那这个未来没有很快我个人认为大概5到10年这个时间尺度差不多，因为盖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这本来就要时间，然后台积电现在也不是完全体亚湾也还在发展中等5到10年后这些重大建设都盖得差不多的时候，你以后来高雄可能也不想要骑车了，因为就跟你去现在2025年的台北市一样，怎么样？机车车位超难找算搭捷运好了不然叫 Uber 好了应该是这样，这个也蛮不错的就高雄的发展慢慢往台北靠拢。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的高雄人为什么这么依赖机车这个家庭里面有机车的数量6都之冠，甚至达到台北的2.1倍那我为你分析的主要的原因在于高雄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还不是很完善，机车仍然是最便利的移动工具，但未来的高雄市政府严格执法之下，跟新高雄人的进驻，以及重大建设持续在兴建，轻轨捷运捷运黄线嘛，然后轻轨成员嘛，都有可能改变这个交通的局面。结论是短期内机车仍然将主导高雄人的交通习惯，但中长期来看，捷运宅跟轻轨宅逐步成为市场的主流，高雄的生活形态也会逐渐与台北接轨。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机车骑一趟骑多久是你的极限如果你通勤的话，多久骑机车的时间你是可以接受的？ A 15分钟内， B 30分钟内， C 1个小时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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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 po 出来，
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啊，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高雄人开车跟骑车，如果是市区内的移动，一定是骑车即使他有车，他也不想开，除非太热或者怎么样，不然的话，机车真的是相当之方便。第一点开车会怎样？开车会快不起来那就没办法，你前面的车走了，你才能走你旁边也有车，你也不能钻就快不起来，就慢慢来，就是要算时间我以前很常犯的错就是用骑车的时间来估开车的时间，完全不一样。你大概要往上直接再抓 1.5 倍，那就差不多了，因为骑车速度就是快很多。我不是说要钻而是说你是走机车道嘛，机车道的车流速度就是比较快，那就一直过去，然后那个车还塞在后面。那第二个就是对机车族而言，我跟你讲捷运很贵捷运这种东西对机车族如果要通勤上下，这真的很贵真的很贵。票价上左营到三多商圈单趟是30块那个月票等一下再讲，单趟是30块钱，单趟30块。那你要是上下班上下课的往返嘛，你一天要2次就变成60块好，那你这样一周5天你已经300了，300可以加多少机车的油钱机车比较有在骑的，通勤上下班很可能1周到2周才加1次油而已150块如果你是用自助加油的话，大概120几而已，这等于你坐捷运是2倍价钱然后那个坐捷运的舒适程度，虽然不用自己骑没有很舒适就是冷气也还好，也不是很凉然后要走来走去的就要一直走，不是直接说什么捷运拉到你公司楼下，没有这种事情嘛，那你都还要出站以后自己慢慢走的期间又是晒太阳，还是没有机车方便。那现在学生有在用那个 T-Pass 月票嘛，什么399的那个，同理就一个月399 400块，那我跟你说绝大部分的高雄人还会选择骑机车，他去买饮料，他去干嘛，他就是直接停在人家店门口继续买了，然后买完以后然后继续上路，很方便就是机车的战斗力真的很强。然后第三个是高雄的市区其实很小我们不能拿我们在台北市新北市生活的经验来看，就是真的是蛮小的那个高雄市的，我说正市区，不是说我们桥头冈山楠梓那边就正市区这边，你从市区的南到北大概30分钟就可以贯穿了你就从那个高铁站，然后一路就可以到西子湾那一带真的30分钟，你也没飙车，你就是这样子骑，该等红灯等红灯。那
就到了呢，这已经可以贯穿南北，除非你要去什么小港或什么，你要再加时间。那如果你是东西向呢？我跟你说，从那个五福路桥以后，然后直接往东骑，你30分钟骑中正路很够骑了，可以骑到大寮了。就高雄的市区其实我个人感觉起来蛮小的。如果是在台北的话还在塞，还在等，那还出不去某一个范围，一个行政区。但是30分钟在高雄你要南北贯通，你要东西贯通，都是随便你走。换句话说，你整个高雄，你看你要干嘛啦，都是直到30分钟之内的事情。你骑机车的话，那如果你开车的话，就跟车况啊，那路况啊，要等红灯啊，找车位啊，就有关系。所以还是要骑车啦。在高雄，我们自己也是骑车比较多，所以我会说，高雄的捷运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烂烂的这样，并不是因为什么配套没有到非常完善公车班次不够多、不够密等等往这边如果去做发展的话，也没有不行，对市民朋友都是好事。但实际的原因就是机车实在是太强了，你知道，机车又便宜，方便性又高，所以机车来说，面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对手，除非你是要跨很远的地方移动，比方说你要去楠梓比方说你要去桥头，你要去冈山开车吧，因为你骑车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你一路都在晒太阳，那个太晒。